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我是张伟，来自英国 N-Chain 的高级研究员。我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数学，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主修密码学。博士后与 IBM 合作，主攻全同态加密。2015年，作为程序员加入艾森哲，参与多个金融交易平台开发项目。2018年加入 N-Chain 的研发团队，协助研发总监带领团队创新，并普及区块链及相关的知识。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主题是 SPV 简易支付验证，那些被忽略的重点。内容包括简易支付验证在即时支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数字签名的有效性，主要面向对支付系统和区块链上的数据应用感兴趣的听众，也欢迎广大开发者参与。简易支付验证第一次出现在2008年的比特币白皮书中的第8章。英语是 Simplified Payment Verification， 缩写为 SPV。在本次演讲中，我们会时不时地用简易验证来代替简易支付验证，因为简易验证可以用在非支付场景中。今天我们要讲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回顾并阐述白皮书中所提及的简易支付验证。第二部分主要是讲简易支付验证是如何达到即时支付的。第3部分要讲的是简易验证与数字签名的有效性的密切关系。由于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马上进入主题。简易验证存在性需要3样信息，第一样是区块头列表，第二样是交易数据，第3样是该交易数据的默克证明。我会一一解释每一样的具体内容分别是什么。第一部分，区块头列表。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区块头。区块头由6部分组成：版本、前区块哈希、默克树根、时间戳、难度系数以及随机数。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解释每一部分的定义，但是我们比较在意每一部分的大小。版本4个字节，前区块哈希32个字节，默克树根其实也是个哈希值，所以也是32个字节。时间戳4个字节，难度系数4个字节，随机数4个字节，总共80个字节。区块头的大小是一直不变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之后还会再次提到。区块头列表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哈希链，一个区块头的哈希链。我们可以看到，该区块头的前区块哈希其实是之前区块头所有信息的哈希值。同样的，后一个区块头中的前区块哈希会是该区块头中所有信息的哈希值。所以我们有一个排好序的区块头列表，顺序很重要。这里我想提及一下区块头中的默克树根。默克树根可以看成是一个区块中所有交易的指纹。默克树是一个倒过来的树状结构，最底层我们称之为树叶，是由该区块中所有交易的交易 ID 组成。通过层层哈希，我们可以得到最上面的默克树根，这会在简易支付验证中一直用到。另外，我想提及一下，区块头是非常难以仿造的，区块头自带 Proof of Work。如果要产生一个有效的区块头，背后一定会有很多 Proof Work， 或者说相应的和难度系数相应的 Proof of Work。这点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区块头中的所有数据。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数据，交易数据，检疫验证需要的第二部分数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交易数据。TXID 是交易数据的哈希值，这里我们把 log time 叫做锁定时间 ，out point 叫做输出点 ，unlocking script 我们会叫做输入脚本或者是解锁脚本 ，sequence number 我会叫它序列号，然后是 locking script 我会叫它输出脚本或者说是上锁脚本。大家如果有不一样的翻译，欢迎大家指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简易支付验证所需要的第三部分数据默克证明。假设我们对这笔交易感兴趣，这个绿色的点表示的就是该交易的 TXID。我们的目的是要计算默克数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该 TXID 边上的哈希值。我们知道之后，可以把它们两两相连，然后计算它们上一层的哈希值。同样的，我们需要知道左边这个同胞的哈希值，为了计算上一层哈希值。最后，我们知道右边的这个同胞哈希值，然后来计算这个最上面的默克数根哈希值。当我们计算出这个默克数根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和区块图中的默克数根做比较，看它们是否相等。如果相等，我们就可以说这笔交易已经在区块链上记录在案。那默克证明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该交易的默克证明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该交易的 TXID， 第二部分是该交易 TXID 的同胞的哈希值，第三部分是上一层的同胞的哈希值，第四部分是上上层的同胞的哈希值。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笔交易的默克证明，就是为了计算该交易所在的默克数的默克数根的所需要的最少的信息。再重复一遍，一个交易的默克证明可以看成是为了计算该交易所在的默克数的默克数根的所需要的最少信息。OK， 好，简易验证存在性所需要的3部分数据，我们都已经一一过了一遍。它们分别是区块头列表、交易数据以及该交易的默克证明。接下来我们将看一下简易验证在支付场景下是如何运用的。首先，我们有一个5星卖家小红在网上买东西，他的目的是想利用简易支付验证来完成网上支付。首先，他需要连接到比特币网络，通过比特币网络来获取区块头列表。因为区块头列表是简易支付验证所需要的3部分数据之一。通过连接到比特币网络，它可以搜集到第一部分数据。这部分数据是需要实时更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玩家小明，他在网上购物，发现了一个由5星卖家小红出售的游戏机，非常喜欢，于是决定付款。小明发送一笔支付交易给小红。对 BIP270 比较熟悉的同学可以发现，在这里这个 BIP 特别适用。小红可以先发送支付请求给小明，也就是一个支付交易的模板。小明完成后，可以把支付交易再发送回给小红，这样小红就搜集到了简易验证所需要的第二部分数据，交易数据。最后，小红还需要一个默克证明，才可以开始简易支付验证。小红把支付交易发送到比特币网络，然后耐心等待。当支付交易被记录在某个区块中时，
小红会收到来自比特币网络的默克证明。这样，小红就集齐了3样数据，这3样数据可以让小红开始简易支付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加上这个区块头列表，5星卖家小红可以开始简易支付验证。通过支付交易和默克证明，小红可以获得一个默克树根，然后在区块头列表中找某一个区块头，希望某一个区块头中可以包含这个默克树根，这样简易支付验证就算是成功了。所以小红就认为这个支付是成功了，这样小红就可以发送游戏机给小明。很好，我们来巩固一下刚才我们所讲的东西。所以简易支付验证需要3样东西，第一个是区块头列表，第二个是交易数据，第三个是该交易数据的默克证明。区块头列表我们一开始提到每一个区块头是80字节，大约我们有65万个区块头，目前为止，所以一共是52兆字节，非常的小。由于每个区块大约产生时间大约是10分钟，所以每年的递增约为4.2兆字节，还是非常的小。交易数据一般是400字节，如果是简单的 Pay to Public Key Hash 的话，最小可以达到250字节左右。默克证明，如果这个默克证明是来自于一个区块有40亿笔交易的话，那么它的大小约为1兆字节。当然，如果这个区块的交易数量越少，那么默克证明的大小就越小。第一个区块头列表的52兆字节，一般是存储在硬盘上或者内存上，属于存储空间。而接下的这2个是不需要存储，但需要传输，所以是传输的一个要求。不过总体来说，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可扩容。大家可以看到52兆字节、400字节、1兆字节，甚至这1兆字节是在假设40亿笔交易的区块的情况下，所以整个简易支付验证的这个过程和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适合扩容的。当然，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整个简易支付验证非常适合网上购物，但是如何做到实体店的支付交易呢？因为小红在有一个环节中需要等待支付交易上区块，被记录在区块中，这个等待时间可以是10分钟，可能也可以是20分钟，并不能做到即时支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简易支付验证是如何达到即时支付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达到即时支付，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这里交易数据我们多了一个输入交易，默克证明也是输入交易的默克证明，而不是支付交易的默克证明。具体细节我们会一一道来。首先，我们还是有之前的小红，不过这次它是6星卖家了，因为它有了实体店，不过还是卖之前的游戏机。游戏玩家小明想尽快得到游戏机，所以他选择了即时支付，给小红提供了支付交易、输入交易和输入交易的默克证明。小红验证之后，就决定要把游戏机给小明，但是小红是怎么才能相信小明并没有欺骗他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细节。首先，我们看一下支付交易具体是什么。在这个支付交易中，我们发现它有一个输出，这个输出是 X， 金额是 X， 然后它付给的对象是public key 2，公钥2。如果小红认为这个金额是 OK 的，这个公钥是他的，那么这一个输出就没有问题了。这一部分小红是可以自己检查的。
第二部分是这个输入交易，小红可以通过默克证明来查看这个输入交易是否存在，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验证一笔交易的存在性。小红可以通过他自己拥有的区块头列表、输入交易的具体内容以及默克证明来验证这个存在性。但是呢，这里有一点我们大家都忽略的是这个数字签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被忽略的重点之一。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数字签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家可以参考《数字签名法》第14条。第二，我想做一下类比，信用卡支付。几年前的信用卡支付是可以用手写签名来完成支付的，商家需要你在收据上签一个手写的签名，然后商家可以检查这个签名是否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一样，如果它们是一样的，支付算是成功完成。所以信用卡支付检查签名也是即时支付中的一种。由此我们可以推得下面这个结论：如果我们可以验证数字签名的有效性，我们就可以做到即时支付。当然，这里我们有一个假设，我们假设收款方可以通过公钥来确定付款方的身份。关于这个假设，我说几点。第一，当我们在用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时候，我们的卡上是有我们的姓名的。第二，即时支付给收款方和付款方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付款方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会愿意自己提供带有身份的公钥，或者说跟身份相关联的公钥。第三，收款方可以通过积分激励或者其他的激励方式激励付款方提供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公钥。第四，这个公钥和身份之间的关联是可以保密的，只有收款方可以检验付款方的身份和公钥之间的关系。第五，当消费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时候，法律会规定付款方提供收款方他们的身份。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验证数字签名。我们也需要3部分信息，第一部分是所签信息，第二部分是数字签名，第三部分是公钥。在支付交易中，我们刚才看到数字签名和公钥都在输入脚本里面。那所签信息呢？其实所签信息是包含输入交易中的一些数据的，也就是说，这个所签信息并不完全都在支付交易中，这也就是第二个被忽略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输入交易中是什么信息在所签信息中。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输入交易的第一个输出金额和输出脚本。我们来看一下所签信息的一个完整的图片。大家看到下面这一长条就是所签信息，所有数据都来自于上面2个交易。这里的1表示的是支付交易中的版本号，接下来的粉色的框均来自于支付交易中的输入，黄色的框来自于输入交易中的第一个输出。这个输出是由输入点支付交易中的输入点所决定的。这个蓝色的框是支付交易中所有输出的哈希。这个0是支付交易中的锁定时间。这个 seek hash flag 是决定3个哈希值的输入是什么。具体我们在今天的讲座中不展开说明。由于这张幻灯片上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相同的内容。我保留了刚才的这个所签信息不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每一格所表示的意思。第一格表示的是交易版本，第二格其实是所有输入点的哈希。这里之前我们的支付交易只有一个输入，所以这里是输入交易0的哈希。第三格是所有序列号的哈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输入点，所以只有一个序列号。接下来是签名对应的输入点，所以就是输入交易0。再接下来的信息是来自于输入交易中的一个输出，在这里我们先要读取输出脚本 pay_to_public key hash， 然后计算它的字节长度放在前面，然后再读取输出脚本的金额，然后把 W 放在这里，这里的单位是 Satoshi。再接下来是签名对应的输入的序列号，所以就是这个最大的8个 F。再接下来是所有交易输出的哈希，因为我们有2个交易输出，然后每个交易输出的格式是金额加上输出脚本，然后把它们全部连起来作为这个哈希的输入。再接下来是锁定时间，在这里就是0，最后是 SIG hash flag。在这里我们的描述表示的这里的 SIG hash flag 应该就是 all， 也就是全部。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用了所有、所有和所有。如果这里的 SIG hash 不一样的话，那么这3个哈希是会变化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具体解释。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一下这张幻灯片。很好，其实大家并不需要记住所签信息的所有具体内容，大家只要记住所签信息需要支付交易和输入交易才能组建。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玩家小明给6星卖家小红提供的信息：支付交易、输入交易和默克证明。我们来看一下小红是否可以完成数字签名的验证。为了验证数字签名，我们需要所签信息，需要数字签名，需要公钥。小红有了输入交易，有了支付交易，还有了默克证明。大家会发现，验证数字签名其实并不需要默克证明，甚至不需要输入交易的大部分内容。是否只要提供输入交易的一个输出和支付交易就可以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小明只提供这2个信息，会是什么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y_to_public key hash 其实是可以和支付交易中的公钥相对应的，这点没问题。也就是说，这个 pay_to_public key hash 其实决定了这个公钥是什么。但是金额呢？这个输入交易的输入点是否可以决定这个金额是多少呢？如果小明把金额改掉的话，小红是否会知道呢？答案是否，也就是输入交易这边，或者说整个输入信息，并没有办法告诉小红这部分信息具体是什么。这部分信息完全是由小明提供的话，小红是没有办法确保这部分信息的准确性的。所以小红在这里有一个需求，那就是要确保输入交易的金额和脚本从未被篡改过。目前我们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提供输入交易的完整数据，并且通过简易验证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小明需要提供给小红完整的输入交易，并且提供输入交易的默克证明。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3个被忽略的重点：输入交易的完整性。
在回到小明和小红的故事之前，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逻辑思路。我们一开始想做到即时支付，然后说如果能验证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就可以做到即时支付。但是为了验证数字签名，我们需要锁签信息，而锁签信息包含了输入交易中的输出脚本和金额。我们需要确保输出脚本和金额从未被篡改过，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简易验证来提供输入交易的完整性。而简易验证输入交易的完整性，需要输入交易的完整数据和它的默克证明。所以小明如果提供了输入交易以及它的默克证明，加上支付交易，那么小红就可以做所有的这些事情，最终形成验证最终可以做到验证数字签名，从而达到即时支付。OK， 我们看一下小明和小红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游戏玩家小明提供默克证明输入交易、支付交易。然后小红第一步是使用默克证明来证明输入交易的存在性和完整性。第二步，小红会读取输入交易中的输出脚本和金额，来验证支付交易中相对应的数字签名。当数字签名验证完毕之后，小红就可以把游戏机递给游戏玩家小明，完成即时支付。我们再重复一遍，小红使用默克证明输入交易的存在性和完整性，然后读取输入交易中的输出脚本和金额，来验证支付交易中相对应的数字签名。所以说，即时支付为什么可以做到，是因为小红可以验证数字签名，而验证数字签名需要简易验证来确保某些信息的完整性。这也是简易验证在即时支付中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往往是被大家忽略掉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要讲下一个内容。首先，我想把我要讲的重点抛在最前面。交易的存在性并不能表明数字签名的有效性。我会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假设我们有一个支付交易，并且这个支付交易已经被记录在区块中，所以我们有一个默克证明。那么这个默克证明是否能表明这个数字签名是有效的呢？大家会觉得，如果这个支付交易已经被记录在区块链上，那么这个数字签名一定是有效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签名它对应的输出脚本是什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我的问题。输出脚本决定输入脚本，即数字签名和公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解释。OK，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趁这个机会，我想感谢一下 Voter 的 CTO 陶小杰，他独立发现了这个被忽略的重点，所以谢谢陶小杰。我会解释一下他发现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刚才说到输出脚本决定输入脚本，具体什么意思呢？我们有这个 public key hash 在输出脚本中，它决定了输入脚本中必须要用到某一个公钥，因此只有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的拥有人才有可能可以签署一个数字签名。而这里的 Object-Seek 就要求输入脚本中必须要有一个数字签名。这两样基本上决定了输入脚本是只有这个公钥的相对应的私钥的拥有人才能组建。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输出脚本中的 object 其他的部分删掉，只剩下 object-sig， 那么这个输入脚本其实是任何人都可以组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生成一个私钥，然后计算出公钥，然后再计算出数字签名。在这个情况下，这里的公钥可以是任何公钥，但因为有 object-sig， 所以这个数字签名还是有效的数字签名，但是这里的公钥已经不具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如果输出脚本是 opdrop， 也就是说，无论输入脚本是什么，只需要输入脚本提供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会被扔掉，第二个数据还是会被扔掉，然后验证成功会被放到 stack 上。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两个数据都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输入脚本。如果这时候有人放上两个数据，看起来像一个数字签名和一个公钥，那么带有这个输入脚本的交易将会被认为是有效的交易，并且会被记录在区块中。但是因为输出脚本中并没有 object-sig， 所以输入脚本中的数字签名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简单的说，如果看到一个交易有数字签名、有公钥，在区块中，并不表明这个输入脚本中的数字签名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看输出脚本是什么。如果输出脚本是 opdrop 的话，那么这个数字签名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所以输出脚本的完整性很重要，因为输出脚本可以明确公钥，其次它可以明确签名需求，也就是当你看一个数字签名是否有效的时候，你需要看它的输出脚本，要确保这个输出脚本的确要求要有一个数字签名，而且它所明确的公钥是你想象中的公钥。而输出脚本的完整性是可以由输入交易的完整性来确保的，而简易验证就可以用来确保输入交易的完整性。我们再来整理一下逻辑思路。我们可以通过简易验证来获得输入交易的完整性，从而获得该输入交易中的输出脚本的完整性，从而可以获得相应的数字签名的有效性。而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在很多数据应用中会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原网 Metnet。大家对原网不了解的话，可以去下面这两个链接去了解更多有关原网的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同事 Jack Davis。在这里我就对原网不做具体的介绍。我想说的是，在原网中，输入脚本内的数字签名和公钥对应的是该原网交易的上级和原网数据的授权和认证。简单说，原网中的数字签名和公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笔原网交易，这里的看点是这个数字签名。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公钥 PKA， 另外是自助交易，最后是一个上级原网交易。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上级原网交易来说，我们感兴趣的就是最后一个输出 OpForce/OpReturn 的一个数据输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级原网交易中用了这个 PKA 这个公钥。另外，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自助交易，在这个交易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它的一个输出
这里的输出金额是 X， 它的输出脚本是 Pay to Public Hash PKA， 这里的公钥也是 PKA。我们把3个交易中比较重要的信息都放在同一张幻灯片上看一下。首先，我们有一个上局原网交易，在这个原网交易中，我们定义了这个PKA 这个公钥，意思是说，如果是一个有效的原网交易，那它必须要用到这个 PKA， 而且要有一个相应的数字签名。这个原网交易符合了这个条件，因为这里有一个数字签名，它的公钥是 PKA。对于资助交易来说，它也有同样的需求，需要提供一个数字签名，相应的公钥是 PKA。区别是，资助交易的这个需求是硬性的，将由所有的矿工进行检验，而上局原网交易的这个需求是软性的，它只能由用户自行检验，这就是区别。但是如果这2个同时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原网交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资助交易是什么的话，比如如果资助交易的输出脚本是 OpDrop，那么矿工是不会去检验这个数字签名的。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特殊的输出脚本，这个输入脚本是有效的，所以这笔原网交易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当用户看到这笔原网交易被记录在区块链上时，他们会默认这个数字签名是有效的，但事实上矿工们并没有检验它，所以用户要么自行检验这个数字签名，或者用户要求看资助交易的输出脚本，来确保矿工的确检验了这个数字签名。简单的说，输入脚本内的数字签名是否有效，取决于相应的输出脚本，并非取决于该原网交易是否在区块链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简易验证来确保资助交易的输出脚本的确明确了相应的公钥和签名需求，加上该原网交易在区块链上的证明，那么我们是可以判断原网交易的有效性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原网交易的有效性，我们必须要有资助交易、原网交易和一个默克证明。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必须要提供资助交易，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检验原网交易的有效性的。其实原网并不是特例，任何利用到输入脚本中的数字签名的应用，都需要考虑到这一重点，那就是数字签名的有效性需要未篡改过的输入交易，而输入交易的数据完整性需要简易验证。这也就是为什么简易验证特别的重要。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一开始讲到了比特币白皮书中的简易支付验证，主要是用来验证一笔交易的存在性。我们发现这样的验证方式特别适合网上购物，因为小明一旦发送给小红支付交易之后，小红就可以耐心等待支付交易的默克证明。小红收到默克证明之后，就可以进行简易支付验证，来确保支付成功。这里小红等待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到2小时，所以在网上购物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小红有一个实体店，想要做到即时支付，那小红必须要检验支付交易中的数字签名，因为这个数字签名的所签信息
包含输入交易中的一些信息，所以小红会要求小明提供输入交易。小红还要确保小明提供的输入交易的完整性，没有被篡改过。他需要小明提供该输入交易的默克证明。通过简易支付验证，小红可以确保输入交易的完整性，特别是输入交易中的输出脚本和输出金额的完整性。这样，小红就可以安心的验证数字签名。一旦验证成功，小红即可以把物品交给小明，实现即时支付。最后，我们讲了一些数据应用，这些数据应用都利用输入交易中的数字签名作为其他用途。简单说，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在这些应用中格外重要。所以，为了能验证数字签名，我们需要输入交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需要这些输入交易的默克证明，来确保输入交易的完整性。最后，我想提的一点就是 SPB 简易支付验证不仅仅可以验证交易的存在性，而且它可以验证交易的完整性。最后一点是往往被忽略的重点，因为输入交易的完整性是验证数字签名有效性的重要环节之一。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简易支付验证在数字签名的有效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上就是本次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将本次大会推荐给身边的区块链从业者，并持续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 bsv.csdn.net。谢谢大家，拜拜。